下来持续关心到美以之间的这一场战争，也涉及到了这当中的情报战是成为关键，因为伊朗的高层，不管是哈米尼或者是伊朗的48名的高层，全部都团灭。现在根据了解，是因为在看牙医的时候被渗透追踪在里面有这个追踪器吗？伊朗的政权是不是有可能真的这一次就被颠覆了？他喊出的接下来会有3巨头来接班，真的有机会浮出台面吗？我们今天会一次的来做解读。好，赶快来看到，其实呢，这一次川普说了，他一口气歼灭了哈米尼之外，还有48名是伊朗的高阶官员接班人选。川普说，甚至连这些人都已经被美国给灭了。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会持续的做关注。那么包括了《纽约时报》跟《华盛顿邮报》也最新披露说 ，CIA 其实追踪了哈米尼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早就已经详细的掌握哈米尼的所有的一个动态跟他的行踪，并且在最后的时候呢，确定了28日早上的时候，伊朗的高层会举行3场的高层会议，那地点也都知道了，包括在总统府、哈米尼的官邸跟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地之后，美以是立刻调整了他们的攻击计划，就开始展开攻击了。所以当时的 CIA 是把他的这个定位情报偷偷的交给了以色列，于是以色列也就在清晨的时候，突然间战机起飞，向哈米尼官邸投下了30枚的炸弹。那么伊朗的高层几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全军覆没了。情报战关键的地方更是来自于 X 上面特别做的爆料，也就是主要靠的是摩萨德，他装成牙医师，还有呢伪装成内科医师，潜入到了伊朗境内，在帮伊朗的高层植牙的时候，也植入了追踪器，在这个当中才可以精准的掌握了伊朗高层他们的所有行踪。美以的情报单位真的有这么厉害吗？连植牙都可以植入追踪器？吕舰长怎么看？我们真是大开眼界。上一次是真主党的呼叫器出问题，那还有后来又延续到了行动电话出问题。至于说这个呼叫器跟行动电话突然变成炸弹了这件事情，还没结束，大家还在怀疑之中。现在连植牙都出问题了。不过植牙这个问题它应该不是这么的单纯，也就是说，中间出现一个助手，然后来帮他在植牙的里面装上了追踪器。这一个科技不难，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看牙科的经验，那我们是不是都找我们熟识的医师？那这个也就是这些熟识的医师已经被渗透了。那到底是怎么被渗透的？这是除了我们现在讲到伊朗这个面对的现在的这个残局之外我们其他的国家都要想一想，既然摩萨德做得到，你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对手是不是也做得到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我们讲到说因为现在已经进入 RFID 的这一个世界了，也就是它可以透过各种的方法追踪到你的位置，所以我们在想到说如何遮断这些讯号。那或许这我们现在的这些国家应该研发这个讯号遮断器，然后呢，随时携带在这一些国家重要的军政的领袖上的这个身上，然后虽然可能无论是呼叫器、行动电话，或者是植牙，或者未来是不是连眼镜都会出问题那但是它如果有遮断器的话，那事实上就可以免除这个部分的悲剧的发生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以摩萨德来讲，他还会想出更邪恶的方法。对，好，这是来自于这次的关键。为什么这次的攻击可以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因为摩萨德的这一场情报战。那伊朗现在也说了嘛，其实在这个战争正式的爆发之前，他们就说早就已经准备好接班计划了。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川普说啦，他也把他的接班人都消灭掉了，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当初呢，这个伊朗早就已经布局的接班计划，包括了核心3巨头。这当中，第一个我们看到3张照片，第一个包括他的总统，目前的总统就是裴泽斯基安之外，还有司法总监，另外一位是宪法监护的委员会法学家。那么这一段期间，他们会负责就是稍稍稳定
应伊朗国内的一个政局的稳定。那哈米尼自己其实他在生前也有点3位接班人，那包括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一位司法总监之外，还有他们的幕僚长跟改革温和的这个神职人员等等。有没有可能川普这一次的行动就可以把这些接班人给完全的铲除掉，甚至撼动到伊朗的神权政权呢？杨老师又怎么看？目前新闻显示出，你讲到的这总共5位3位是委员会的3巨头做过渡性的集体这个治理，那另外3个就是可能接下来会经由88位法学家所组成的专家会议，要选举出一位就是最高领袖。依据伊朗的法律，最高领袖是终身职。其实到目前为止2位，何梅尼、哈梅尼。1989年、90年的时候，何梅尼过去之后呢，哈梅尼当时是总统，不过他也是法学家出身，所以呢，本来他不是被看好的，后来何梅尼在最后一段时间指定他，所以呢，经由88位法学家的专家会议选举他出来。那一直到现在，这88位所组成的专家会议是每8年改选一次。那当然，现在似乎新的任务又来了，会不会裴泽斯基安呢？现在的这个总统，他其实是比较温和派，但他看起来并不是过去从神学法学家出身的背景，所以这个会是一个问题。所以这就牵扯到改革派跟现在的这个政府跟神权组织，还有就是革命卫队，还有不要忘记哦，伊朗很特殊的叫做基金会啊，也就是许多真正是掌握这个金钱的这个机构啊，他们到底会去支持谁？那这一段期间呢，其实因为最高领袖被这个斩首嘛，所以在言辞上现在都是非常的强硬。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位叫做拉里贾尼，拉里贾尼是之前现在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委员长啊，或者是说秘书长。他在2015年跟美国、欧盟包含中国、俄罗斯谈出了核子协议。他也是过去担任过伊朗的议长12年，然后也是这一次在跟美国在进行谈判的人，在差不多12个小时之前，西方的媒体《华尔街日报》说他说愿意跟美国再继续恢复谈判，结果差不多在就是1个小时早上起来，然后呢他又在社交媒体上面说拒绝谈判，所以显现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务实派然后呢，理性的这个希望面对把这个情势稳定下来的声音，那在这个所谓的政权交替或者是政权斗争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被压下来，他的声音被压下来。因此，我觉得似乎在这段时间谁的声音更加的激进强硬，似乎最后有可能取得成为最高领袖。但这样一个最高领袖诞生，对伊朗是好的吗？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也许他选上了位置的时候，你知道吗？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嘛，大家就了解到伊朗其实现在哪有什么真正的军事实力去跟美国对抗不管你美国再怎么样的错，所以呢，也许最高领袖选出来之后的这段期间但到选出来之前的这段期间，伊朗的这个情势的动荡大概还是会持续的。好，一方面这个伊朗的接班人是谁，接下来还会再持续的经过选举。那一方面，川普接下来要怎么样去控制住这个伊朗这么混乱的一个局面？现在呢，川普他最新的喊话了，他说伊朗他们想要跟美国来谈，他说我也同意谈，他们早就该这么做了。但是关键是，不管是伊朗方面谁来谈，或者是谈的时间、地点等等，到现在川普也没有说明。他也说了，之前曾经参与谈判的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了。那外界也开始怀疑了，川普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发现呢，川普上台之后，他发动了许多场的攻击对其他国家，但是呢，外界认为说只是对这些国家乱轰炸而已，迫使就范，甚至只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像是石油等等，川普根本没有意要重建其他国家或者是稳定他国的政权，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委员又怎么看？真的伊朗能够出现更好的政权吗？川普在想什么？中东地区不会产生什么大动乱，大家不用担心哈。石油价格在开战的时候从72块一下子涨到81块，现在又跌回来74块，那石油商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啊？第二个，这个伊朗内部呢，因为伊朗现在弱化，因为它的经济矛盾越来越严重，
它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大，它的这个民族摩擦也会越来越大。那这个就看不管用什么方式选出来领导人，你如何去面对这个局面。如果不行的话，你还是会像苏联一样垮台啊！不要管它什么宗教力量有多强啊，那个都是经不起经济动荡的摩擦哦。所以是我们必须很客观去面对这个事实啊。这个你再相信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你肚子饿的时候，你会把它抛到一边去啊。那个大家不要误会哈，那个我们在谈那个什叶派的法学家哈，那个法学家不是我们经常在法学念那个法学家，那是伊斯兰教法的法学家，他只是挂法学家之名，跟法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那这个依目前的制度哈，他的所谓教主是由刚才在讲的88个专家会议来选出来的，但是问题这88家专家会议是谁选的啦？是这个宪法监护委员会提出名单，哈，交由全民公投的，不是你想选就可以选啊。这第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宪法监督委员会啊，有多少？12个人。这12个人是怎么挑出来的？其中6个是由这个那个谁啊，由这个教主前一任的教主提名的，啊，现在教主不在了，就回到了到底要怎么产生？另外有6个是什么？总统提名。然后交由国会同意，它是这样组成的。那在国会通过，一定是保守派的，这是一个伊朗的死结。除非他突然间出现一个脑筋比较清楚的教主，会引导伊朗走上正常化的国家，要不然的话，他的教主集团已经贪污成已不像话了。啊，革命卫队跟着贪污，他更没有作战能力了，所以伊朗就永远走不出困局啊。那我也不客气讲，那个司法总监也是贪污重要人物之一，贪污集团重要之一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体制啊，这3个人只有1个人不贪污，就是斐泽斯基安不贪，他没地方贪啊。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伊朗现在的矛盾啊。那会贪污的他就不会想要打仗啊，你不要以为会贪污的他会训教啊，他会干嘛？放心啊。那所以对于这个伊朗会衰落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对外无力。对内动荡不安，那直到了有什么解决方法呢？我们再等一等，还不急啊。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